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李于祥议员、陈世轩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万美玲委员、唐湘龙先生。中日关系还紧张哈，8天了哈，中共在黄海南部区域再进行实弹演习，一演再演再演啊，演习，而且中共不但演习呢，把俄罗斯也拉进来了，把俄国中俄啊拉进来啊。那日本说你是跟我示威吗？啊，你看这个在线拉了多长，整个把日本包围了，看到没？啊，那美国第一次来批评中国说，哎，中国这样搞不利于区域和平啊！啊，区域和平，你们这边演习，那边演习，包围哈。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中俄很罕见了，以前俄罗斯搞俄罗斯的，老共搞老共的，现在在一起飞啊，那怎么拉？几乎把日本都包起来了哈。所以这么多的飞机，不同的有这个各种型的飞机哈，所以呢，这个认为说还是因为高市的那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老共不爽，然后老共呢现在把俄罗斯拉进来哈。那大陆说这是什么稀奇的？你们小题大做嘛？这是年度合作计划，我们本来就这第10次了，我们本来就有年度计划，对不对？你故意把它穿凿附会搞在一起嘛？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个来啊，等等，老共说不是啊。那另外呢，美国核武 B-52轰炸机也飞越日本海，跟日本战机联合训练轰炸机战斗机因为中国跟俄罗斯也是轰炸机战斗机都有，所以轰炸机战斗机放一起，他也来训练，你会演习，我也会演习啊。事实上，这些军人养那么多军，养那么多飞机，养那么多船舰，演就演习嘛，演习啊，他平常也演习，他怎么不演习？只是我到底在这里演习，在那边演习而已啊。好，那么说呢，北方有个熊。北极熊是什么？俄罗斯。南方有龙，什么呢？中国。所以熊龙所以呢，东京说哇，这到时候会不会受到威胁？不利了啊。那赖清德说呢，老共这样讲很不恰当，干嘛去巡演人家地方啊？那另外呢，上个月大陆叫这个公民不要去说去呢这个反正有各种。不要去，最近呢说也不要去，所以因为最近有地震过去呢可能是什么这个治安不好，现在说有地震，反正找个理由叫你不要去。如果他的人民不要去日本，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很多，少了很多去日本的。我们看一下，好几架解放军战机接连升空，另一边俄罗斯也同步出动。俄罗斯 Tu-95轰炸机螺旋桨高速旋转，准备起飞。中俄联手展开空中军演，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第10次联合空中演习。但日本防卫省指控，一度有多达15架中俄军机同时绕飞日本。日本防卫省公布轨迹，2架俄罗斯 Tu-95轰炸机与2架轰6轰炸机会合后，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一起飞到日本4国外海，途中还有8架解放军歼16战机加入，在日本海上空也侦测到俄军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怒斥中俄联手示威，对日本国安构成重大威胁。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展示了双方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大陆国防部也强调，中俄军演是年度计划，但央视引述军事专家王明志说法，军演时间点的选择就是要向特定国家传递震慑讯号，剑指日本意味浓厚。发布影片大秀肌肉，就在中日军事氛围升温之际，大陆国防部在 X 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全面升级宣传战，抢占国际话语权。面对大陆步步紧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号在质询时表示，希望能尽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美军也行动起来，10号派出2架 B-52战略轰炸机与日本举行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强调，就是要展现日美坚定反对武力改变现状。香龙，当然这次军演，从中方的表态来讲，有几个用语不太一样。虽然他说这是例行性的，但是刚结束的中俄的高级别的战略对话里面，再告诉你，明年中俄之间的海上跟空中的联合巡航的频率会再增加1倍。好，到现在呢，大概1年2次，明年开始呢，1年4次。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的联合巡航，
日本的紧张有它的道理，因为从俄罗斯呢进到对马海峡之后，所有的中方的升空战，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听日本的许多炒作，就是不管是俄罗斯的图95，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轰6K， 那这4架的轰炸机没有挂弹，上面呢没有任何的核武器。所谓的战术型的核武器呢挂弹，那个呢那是鬼扯，没有可能性。但是所有的半飞的战机全部呢都是满油满弹的。那该挂的 PT-15呢，在印巴空战里面大家看到了，格斗弹的 PT-10都挂的，起码呢8架你看到的呢歼16全数呢都挂弹。那这个呢当然就很有的压迫性。第三个。他这一次的巡航的看起来呢，在他动线的终点，那个是呢最有压迫性。他已经到了四国岛的外面不到200公里，距离东京呢不到700公里。这是2战呢日本被美国轰炸过之后呢，所有的对日本呢不友善的外来的军机距离东京都呢最近的时候，而且它以后会变成是常态。第四个。你看到辽宁舰过去的辽宁舰啊，从它的青岛的母港出来了之后，辽宁舰出来之后要进第一岛链，这将来一定是常态。它一定是走宫古水道，这也是常态。但是辽宁舰过去呢，中日关系 OK 的时候，辽宁舰出宫古水道都往南走。所有的演习出宫古水道往南走，就是不让你日本觉得呢，我好像对着你。这是又北转了。这一次不是，这一次呢往北走，而且在呢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呢，辽宁舰演训结束之后往北急冲600公里，在同一个时间。你从日本的雷达幕上会看到呢，空中呢密密麻麻的中俄的巡航的战机，同时海面上面呢是辽宁舰的航母战斗群。辽宁舰还没有完，因为它的901的补给舰呢跟上去了，表示辽宁舰准备在那附近，起码在那附近会停很久。有人或许会觉得说，辽宁舰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辽宁舰的舰体它不会到太远的地方。大概就在这个附近，准备停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呢，这一波的中日的冲突才刚开始而已。会不会因此也刺激日本军购主义，让他更自己也加强军备？我认为这是中国，我觉得中国现在在乎的不是日本的反应，而是美国的反应。对于今天的中国或者俄罗斯，中国跟俄罗斯呢会借着这个事件，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既然呢高市早苗在他的立场上面也退无可退，而美国呢既然已经提出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他准备要战略收缩，川普的战略收缩，大家呢应该要认真听，因为你看完那33页之后。他其实是在告诉所有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国家，过去呢，从2009年美国总统叫做奥巴马，美国的国务卿呢叫做希拉蕊，他们上来了之后呢，所公布的第一份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写什么？我们美国要重返亚太。美国呢要寻求亚太再平衡，因此呢，在这个时刻呢，川普的这份新的战略报告就是告诉你，重返亚太结束了。亚太再平衡也结束了，你们自己好好照顾你们自己吧。对，而且美国过去长时间把60%，有15年的时间，美国把60%以上的军事力量都摆在关岛以西的西太平洋，这个时代结束了。那中国要干什么？中国呢不是在乎日本的反应，小泉进次郎讲什么都不知道。中国要看你美国的退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不是只在亚洲退，但是欧洲也退啊。反正就是你们都搞你们自己的，我就守好我的门罗主义，我的拉丁美洲、中南美就好了。来，黄伟，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台湾有事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是希望能够降温啊，所以高市在事后的一些言论，他明显的有收缩。可是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中国不依不饶啊，他并没有意思想要让这件事情降温。从之前大家讲的，包含这个旅游的抵制啊，或者包含这个一些演唱会哈，都就临时的通取消，或者是本来要准备同意开放的这个海产呢，也通通都禁止了，一直到现在用一个军事上的对峙。那前一阵子包含在钓鱼岛旁边的哈，就是
中日之间的一个对峙，或者是包含战机，它用雷达锁定。其实雷达锁定有没有挑衅的意味呢？确实是有挑衅意味。而这次呢，直接就是飞越宫古海峡，不止还绕行日本。那这当然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拉高它的这个抗议的行为。我觉得从王毅前2天说这件事情啊，他说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也就代表说中国没有因此想要降温。好，那我觉得在东海的争议说实在，这个中日跟这个对不起，就是美日跟台美之间不一样。我们一直在讲说，如果台湾有事，美国会不会一定会来支援我们，会保护我们？不晓得，因为它可以战略模糊。可是美国跟日本可是有安保条约的，好，所以如果日本有事，美国就一定要来驰援。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立刻他就说，哎呀，我们这个美日之间也来做军演，试图要做一个大家互相的这个大家较劲可是问题是，你觉得川普会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继续的这样的紧张吗？我不觉得。对川普来讲，明年4月他访问中国大陆，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现在要解决的是关税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什么半导体的问题，这个什么稀土的问题，他才不想让这些事情来烦他。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某一个程度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国的一个操作，也就是当他对中日之间继续紧张的话，你美国一定要进来。而川普是没有耐性的，我不认为他会希望说，哎呀，中日之间一直有什么军事的冲突、军事的摩擦，然后搞坏他的一盘棋，所以他也是逼着美国去处理日本。那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我不认为很快的可以看到中日整个的可以降温，但是我觉得对区域来讲的话，前阵子是南海之间其实非常有冲突很多，然后现在是这个东海。那我们台海也非常的紧张，我觉得在整个区域之间，对于美国来讲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还是是对他来讲压力很大。某一个程度，我觉得中国现在并不在乎在东海、台海、南海，也就是在中国的海域附近跟美国可能直接的直球对决。我觉得中国这个用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自卫队可能会出动。我觉得他一定不是只想不是只针对这句话，他一定针对未来整个的布局开始杀不是只是为这个啦日本就算退了，他还是要继续杀，因为他有可能担心他的军国主义复苏，也要试试美国的态度要看看俄罗斯跟他到底能不能联合，他趁这个机会然后台湾到底怎样台海也跟你演习，他趁这个机会呢来做各种试探，也展现他的实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共军除了中俄对日本远海长航15架共机，6个共舰，哇到了台湾远海，走了很远那所以呢，从昨天到今天清晨6点，15架次飞机6个舰包围台湾在台湾附近绕那另外呢，已经这个越线到西太平洋了。所以我们国军说，我们都掌握了，我们都知道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防部它有一个叫做优势简报，这本来是个密件密件也不是密件，《纽约时报》登的了说美国没有力量保护台湾，大家认为说台湾有事美国会来，没有，尤其因为如果台湾有事，他第一个要你撑，所以以前我们在立法院常问这个国防部长，老共打台湾我们能撑多久最早老美说起码要撑1个礼拜，那我们国防就1个礼拜，老美说撑2个礼拜，我们的军方就说2个礼拜，老美说你要撑1个月，我们说我们可以撑1个月，反正跟着老美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能撑那么久但是呢，问题来了，你撑那么久干嘛？美军会派多少部队来？他可能给你武器，但这些武器现在不给你现在你买了200亿台舰，你都还没有来他怎么会给你什么新的武器呢？那有事也许他会来。有事他就要了，但是运的途中，《纽约时报》说就被摧毁了。就是你武器本身不是武器武器要装在什么里面才是武器知道这意思吗？
你武器一定是比如装在炮里面，装在枪里面，它在船上它是很脆弱的、它在船上就把你摧毁了，根本让你运不到台湾就摧毁了，所以在登台之前就被摧毁了。所以要不然就是说，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跟老美讲说，你现在就要给我，你不能他妈有事再给我。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给你可能有事的时候又落伍了，那武器也是日新月异，一直在进步啊。好，那《纽约时报》说，共军有足够的飞弹，600颗超音速飞弹可以摧毁美国援台的武器。就算美国现在最强的航空母舰叫福特号，也没有办法。航空母舰被打，5000个人在上面，航空母舰瞄准你打。那美国现在还预备再盖9艘像福特号这样的航空母舰，所以就算因为航空母舰其实也是大笨的，那个也不灵活，旁边就算有各种护卫的舰但是我打你，直接打你。所以《纽约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军事霸权时代也许已经结束了，你不可能独霸了。这是不是也是川普知道为什么叫亚洲你自己守护你自己，然后呢欧洲你自己守护你自己？也许这个原因。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无能为力了嘛，力有未逮了。当然也有可能某些美国的将领啊、国防部啊、军事人员啊等等，想要争取预算，每次要争取预算，他们就说我们很危险啊，劳工坐船跟下饺子一样，我们很慢啊等等。那郭立雄怎么讲呢？国防部长说呢，亚太和平、印太和平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没错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维持这个和平啊，印太的和平啊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和平跟对话要有和主共存。我们也希望和平对话，但是你也不能说都没有力量啊，要有力量才能够这个共存啊，否则的话，谁跟你和平对话呢？那林佩祥委员说呢，干脆先进武器在台湾生产算了。我们这个1.25兆军费，我们给美国任性买美国武器，在台湾生产了，就讲了，你否则来都来不及啊，在台湾能不能在台湾生产呢？那当然要看你的生产能力了啊。另外呢，这个叫做什么？9天无人机的航空母舰，就是它这个机肚子里可以装无人机，它可以载6吨6000公斤的这个能力那之前听说，这它真的飞起来了，成功首飞，也就是它将来这个飞机飞起来，然后呢中间还可以带无人机到那边去放。航空母舰为什么叫航空母舰？英文叫 aircraft carrier， 英文就懂了，就是载飞机的舰。航空母舰是载飞机的舰，就是飞机机场起飞的航程有限嘛，它航空母舰站在上面到那个地方起飞，它等于是个空军基地。那这个是呢，等于是无人机的基地，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中共他们所拥有的导弹，它可以做到的射程距离是能够去把整个台湾都包含在内的。分析敌情威胁今非昔比，针对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蓝营在抛3大呼吁。赖总统必须亲自到国会报告，说明1.25兆预算到底买些什么武器。要总统亲自报告，或许也是因为看到《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战争部的这份优势简报当中提到，美国在新形态战争上的准备远不及中国，多次台海兵退结果都是美军战败。20年前，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足以保卫台湾，但现在解放军可在美国主力武器接近台湾前将它摧毁。而且这份优势简报中也示警，中国囤积高达600枚的极音速武器，高达5倍音速，最先进的军力也难以拦截。兵退结果也推论，即便是美国最新型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无法在中国的攻击下幸存。刚发布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强调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印太的这个和平稳定是美国的一个核心的利益。那美国一定要确保以实力来达成嚇阻。共同强化嚇阻能力。先不谈印太和平是否为美方的核心利益，因敌情特别预算，在野党只想知道这些钱要花在哪里。美玲委员。我想台湾的国防从过去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一直都是在依赖美国但是现在还可以做这么完全的依赖吗？我们用时序看在2005年就假设我们用20年前看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哇，就只要有美国来保护，好像就很安全了但是呢，现在中美其实他们现在在军事各方面已经较劲到我觉得已经大概是平手，甚至于你看连美国自己内部的报告都在讲说，那在很多的地方呢，其实这个中国已经超
超越了美国，甚至于在美国很多次的这个兵推这个当中啊，都看到美国几乎都是输的。那还有他们官员还提出来说，哎呀，尤其中国啊，现在对于美国每一套策略好像都已经有应对的办法，甚至于可能有破解的办法。那看这些话还好。都不是我们在野党说的，不然要被扣上帽子。这美国自己内部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如果今天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些威胁，他们自己都觉得有点招架不住了，那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国防通通单边压注在美国上面，这样是对还是不对？那现在看到赖清德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去讨好美国。那用什么方式讨好美国？就是扩大这个我们的军事预算，一直买武器，一直买武器。我们要增加国防的预算。我想我们在立法院大家都同意，都赞成，我们自己要有国防的能力。但是呢，国防支出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我们也要把它看好不是说我们今天对国防预算一有意见就把我们扣上红帽子。你看，像刚刚赵大哥也讲的我们都知道嘛，不但是我们过去买的很多的这个武器，到现在钱编了买了东西没有看到，又或者是来了不是我们要的。那再者呢，我们真的有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买什么样的武器吗？还是美国建议我们买什么我们去买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1.25兆的国防预算又要再编下去，可是到底能不能买得到？那又买得到的武器能不能去对抗美国的武器嘛？能不能对抗现在中国对我们将来万一要是有这个军事对抗的时候，这些武器是用得到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其实赖清德常常在讲说，哎呀，这个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无时无刻他都在强调台美关系坚若磐石，这好像给人家一种印象说，因为坚若磐石就不会发生战争吗？因为坚若磐石，美国就有强大的这个能力，完全可以保护台湾吗？我觉得从很多现象上看来，显然不是的我们光去看乌克兰就好了。乌克兰从过去这个美国说挺他到现在，其实。不要讲说弃之如敝屣，但是也是几乎放弃它了。所以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再看看现在美国跟中国他们的这个竞争或他们的对抗，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可能都自顾不暇，怎么能够有全心全力保护台湾？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清德我再三每次都要讲，好好去思考一下除了我们自己要能够有备战的能力之外那重点是怎么样能够开启跟对岸去一个这个沟通或者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管道？我觉得双管齐下才是王道。对了，刚刚美燕讲的也是对。如果这个《纽约时报》讲的是你们讲的，那不得了。你看怎么讲，对不对？说美国已经不行了，武器都到不了，福特号都被摧毁。以美论，你们的以美论，你们这个为匪作伥，对不对？为匪张目。我觉得最近的话呢，这个以这个就东北亚，就包括台湾、日本、中国、韩国、美国这个关系非常的有点紧张，有点复杂，然后讯息非常的多。但我觉得这个讯息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解读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有点冲突，有点矛盾，有点模糊但是我觉得你试着去看它的话，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一个看起来至少是很确定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对于它的传统盟友已经再也不是那么样的挺到底。而且呢是毫无悬念的、义无反顾的，然后呢出钱出力出兵力的这样的去挺他了。对日本就是这个样子对日本你看到现在为止，从上一次呢做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摸摸头，请他不要那么挑衅之后，后来其实中国对于日本还是很凶但没有看到美国在发任何的声音去挺日本，一直到这2天，到了这个中俄的这样的一个军机联演，然后到了这个中日的军机摩擦的时候，才看到美国的国务院突然间发了一个声明说。不利于区域和平，就这样的，他就讲这么几句话，不利于区域和平。那你也没有在谴责中国大陆就是这个已经力道看起来已经很明显不一样了。那包括俄乌，刚刚不用讲，这个美玲也特别提到了，对乌克兰基本上到现在天天逼他要接受这个相关的方案。所以回过头来看台湾，你就发现说，台湾这部分讲到《纽约时报》的那一份机密文件，我就不禁有一点点怀疑，就到底是如赵先生所说的，说他是要预算。很可能是要预算，但或者是说呢，哎呀，真的中共的军力太厉害了，真的打不过，或是都有了。对，但重点是他真的打不过吗？你去看，那么第一个预算也好，这个实力也好，其实总体军力来说，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强过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比较是单点突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第三种可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放这样的消息？美国的军方内部，吴小丹认为我不想打那我怎么样不想打？我告诉你，我打不过嘛。我干嘛？他是600多颗的这个极音速飞弹，我干嘛去跟他这个硬碰硬呢？硬碰硬完之后，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事实上，对于这个状况，我觉得相当呼应
川普的本身的想法，川普本来就不想打。他一切都只想以贸易的利益为主，那他也不想对这个欧洲有更多的这个协助北约，他也不想要去帮这个乌克兰去打这个俄罗斯，他也不想要帮这个日本去这个呛这个中国大陆，他更不想替台海之间去站家。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但是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呢，看起来确实是啊，你看这样的一个那么敏感的时间点，古立言突然之间发言了，他只在乎什么？他只在乎卖你东西啊，他只在乎卖你1.25兆的这个预算，他也没有跟你说他要来捍卫台湾啊。先前就算是戴庆德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你问他说美国会不会来协防台湾，他也不敢讲说美国会来协防台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讯息看起来的状况，其实真的是有点诡异。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的话，其实一连串的事件，你发现其实目前我们的盟友，我就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最关心我们的盟友。如果说今天发生在日本的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台湾的身上，可能是一个战争形势的时候，第一个，韩国不喜欢我们，韩国就说台湾有事亲你们自己的事哦，跟我无关。日本说台湾有事，他本来想要有事，就马上的话呢就被这个中国大陆抗议，然后步步紧逼，到现在为止不想松手，美国也没有挺他，所以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还靠美国，美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也没有打算要去挺盟友，所以我真的觉得回过头来看啊，包括像这个赖清德刚刚今天下午突然间召集了民进党的立委。我是真的不晓得我们的政府面对那么复杂的一个局势，到底有没有去思考一些相关的状况。今天国联有一段话，我觉得最重要也最微妙。他说，他为了要让这个1.25兆的预算能够通过，他说他认为和平与对话应该跟恫吓共存。那重点在于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想要和平跟对话，我们的政府只想要和平对话，都没有恫吓，那我赞成他的话，100%赞成他的话。但重点在于我们已经有恫吓了，只是这个恫吓不够，你还要更多。然后我们没有和平跟对话呀，我们有对话吗？如果你今天说对话与恫吓共存，我完完全全在举起双手双脚，我同意，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嘛。一方面自我防卫，二方面的话呢，努力的去进行双方的沟通。但问题在于说，古立言讲的话等于是废话，因为我们并没有，我们的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对话跟和平以及恫吓，我们只想要恫吓，而且我们只想要跟着美国的脚步去，到底有没有恫吓都还不知道，只是给保护费，恫吓与否不知。给什么不知，迟交没关系，给的清单没有，那你这个恫吓个什么东西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古立言讲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哇很重要，而且呢这个苦口婆心，但他这个话回过头来问自己，这个美国的态度有道理吗？台湾是不是跟着你美国的脚步走，越走到无底，就是一个死胡同一个无底洞了呢？还有就是说，你就算编1.25兆，你编12兆好了，你恫吓得了吗？你差太远了嘛。是啊，它原来的国防预算是你的17倍嘛，你现在就算加了一点，它还是你的10倍啊。所以你而且每年呢、那你靠这个你很难恫吓嘛。就你真的恫吓得了也不错、啊，你不要我活，我要你死也可以。问题是你做不到嘛，这是一个。第二个，航空母舰这东西，你看它是很强，没错，在很多飞机旁边一堆舰围着，它也很脆弱。所以你看啊，这个老美的航空母舰最近很难。不太愿意靠近大陆太近，你知道吗？为什么？一艘航空母舰占多少人，你知道吗？5000到6000人。如果一艘航空母舰就被打沉了，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珍珠港美军死亡加上911那大楼，加起来就是5、6千人。一艘航空母舰就是这样的人，老美受得了吗？你自己看911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创伤，珍珠港让美国参战2次世界大战，美国人不是他死人对他来讲很严重啊。一艘航空母舰就这么多人。所以他都不太愿意靠太近，他希望能够避开那个飞弹攻击的这个范围。你自己看他在哪里啊？很少到这附近来的。休息一下再回来。